Up 心灵 Up，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舜晞。最近播完之后吧，就会觉得还挺怀念那个时候的，所以一想起来就会戴眼镜。我觉得我永远不会满足当下的状态，尽管去年拍摄的时候已经使尽了全身的力气了，但是现在看还是会挑出很多毛病，所以可能打分的话，60分吧，及格分吧。其实那个时候的整个的状态都没有现在的好，人物状态拿捏当时会比较不稳定。就这个是我自己，也是自己在对角色理解上面还是有一些不成熟的。他因为给我准备的时间其实相对比较少，然后自己对演吴邪这个事情非常压力感觉非常大，就是硬着头皮上嘛，因为又不是没演过被争议的角色，像之前太多角色都被争议了，所以对我来说，我反而觉得这个事情是我觉得有意思的，就觉得越争议越大的角色，反而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机会，反而可能是一个新的尝试，说不定就让观众觉得还行，还凑合。所以可能这个事情是让我有新鲜感的。我其实特别欣赏，就是拍戏的时候一直带着是那种吴邪身上的一种就宿命感，就可能是谁都没想到他就是天选的那个人，就这一份感觉让我觉得这戏拍起来我觉得有意思。我觉得从造型方面我们反而是选择戴眼镜，可能之前几个版本都比较少出现过。这个事情自己不好去评判，因为大家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场面，如果能受到大部分的人的认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满足感。演员就是不停在怀疑自己，然后建立自己的自信，然后再打破自己，然后最后再蜕变出来。其实就是一个过程吧，就包括学没学过表演，反正我觉得演员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你可能看上去在现场没什么事，其实他内地已经在撕裂自己，就觉得内心已经崩溃了，你看不出来了。你记得时候有在现场偷偷撕裂自己的？有，我经常就是在车上就觉得为什么要拍这个戏啊？就真的不停的怀疑自己，就觉得有时候压力挺大的。就这些东西是别人不能跟别人分享的，就可能还是得学自己去面对这个高压的东西。说出来显得很给人的感觉，但其实内心已经压力大了。对，就跟别人说没事啊，挺好的，然后下继续拍。我觉得是小孩才做选择，才不做选择。对。如果说每一个作品他播得好播得坏我都要受他影响的话，我觉得演员很难当得下去。但是我觉得流浪这个东西你必须要首先你的业务能力要够强，要让人觉得你是有业务能力的，然后我觉得剩下就是你要专心拍好你当下每一个事情，拍好每一部作品，那我觉得剩下都是应该有的。如果是我遇到我喜欢的角色，我一定会想办法去争取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去做的吧，因为你不然的话，就比如说你这个角色你最后没有去争取，然后最后他播出来了，你就会特别后悔，就觉得当时怎么不再努力一下，可能就是你能演了。其实大家都会有，演员都会有这样的后悔说可能当时你没有接这个角色，比如当时我没有接吴邪这个角色，可能现在我就会有点想后悔。我是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就是给我 A、B 选项，我一定选 C 的那个人。就是我觉得所有事情都不应该那么顺，从小成长的环境都算是比较舒适的，比较没经历过什么比较痛苦的事儿，我没有。所以当上演员之后，我觉得要想尽办法让自己经历一些事情，长大一点。
但是我觉得所有事情最重要还是保持自己内心的最初的本心，这是最重要的。告诉10年自己现在自己怎么样，然后再对10年后的自己说一下。哇，10年前13岁，赶紧学表演吧，别磨蹭了，对，10年前自己，然后10年后，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影帝，别夸张啊，希望吧，10年20年都行，之前你被人吐槽是2G出纳，最近有 get 到什么梗吗？流行的梗，这2天看到一个，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夺笋，不是骂人的吧？夺笋就抢了别人东西。夺笋啊，是就这个意思是吧？以前采访老问我那种缩写，我太头疼了，我就到现在就记得一个，笑死我了，就别的都想不起来。NSDD， 这太难了。Nice 弟弟。经常他们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是属于恍惚的那个人，在就圈外，就他们这个圈，我在外面的那个人。我希望我成为那个发给别人的人。对。你知道你在终极笔记里的一场哭戏和沙海当中秦昊老师的动作完全一样吗？真的假的？不知道，是真的是很像是吗？一样的，那应该是缘分。我这真没有参考过。很多观众期待能够原班人马拍终极笔记续集，你期待吗？我觉得没有不希望的吧，就还得看平台爸爸的选择，我接受。直播当中你们预演过雪山10年之约的那场戏，当时有没有觉得很虐？没有，那个是他们当下 Q 的一个点，就包括前面他们 Q 我这个点的时候，我都没恍悟过来，我以为是在问刘雨莹问题呢。然后他们突然说要 Q 我们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不太希望在这样的场合去感觉像开玩笑似的，所以我很希望，就不管后面谁演吧，我觉得这场戏都值得被尊重一下。